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讲用笔。我们用藤黄、朱标、赭石啊。我们调色的时候啊，不要调得太久啊，也不要调得太均匀，要习惯性的在纸上调色。每次调色在笔尖调，让它过渡下来就可以了，然后笔尖再沾一点赭石啊。其实这个颜色是不均匀的，在毛笔上面啊，笔根是清水啊，笔腰是过渡的颜色，笔尖是各种颜色没有调均匀的，在这个笔尖上啊还有颜色的啊，有些颜色我直接沾起来就在毛笔上面直接就用了，就没有调的。所以我们调色我的画法调色是非常简单的啊，不需要调多久啊，调有多少层次出来，我们要在纸上调出层次出来。好，我们首先讲一下点画啊，比如说我们一个点是这样点下去的啊，我们就用这个点画的用笔加到我们的这个各种形状啊，表现各种物象啊，比如说提起来也是一样啊。我的这个用笔就是从这些点画里面出来的。那么这些点画，我们在练习点画的用笔的时候，我们不要管它是什么物象啊，我们只管它的形状啊。我们把这一点加长，它就会出现这样的形状。它有可能是花，也有可能是叶子啊。所以现在讲的是用笔，我的用笔方式啊，它和花瓣和叶子都是相通的啊。我们可以把它拉得很长啊，比如说我们把它加得更长一点啊，和这一笔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我把它加长了。我们再缩短一点，就和这个点一样的，但是我们增加了提按，我们按下去多一点，然后再提起来啊，然后加上一点点形状，它就出现不同的外形，就是笔形啊。不同的笔形表现不同的这个物象。那么首先是要了解这个笔形，怎样出来的笔形才好看啊。像这个点画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同样的方式啊，把它加长啊，和这个点画是一样的，把它加长了。我们也可以把它变得夸张一点啊，我们提上去一点啊，这也是一种形状。我也是把这个形状加高了啊，增加夸张了，它也就出现这种笔形。所以想了解我的小写意画法，那就把这个点画弄明白就可以了啊，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啊。我们也可以从下面提起来啊，它出现的形状是不一样的。我可以把它表现成花瓣，也可以把它表现成其他物象啊，可以把它表现成各种物象。那么最关键的就是提按动作的过程啊。比如说这一笔，我们最关键的是按下去提起来的时候，我们要借用毛笔的弹力，万毫齐力啊。大家看我的毛笔的笔尖，它是自己弹起来的啊，我只是把毛笔收上来一点点而已。按下去提起来，借用万毫齐力自己弹起来的形状。好，那么这个用笔的提按啊，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很多。
它不光是这个形状，它可以变任何形状啊，各种各样的形状都可以出现。好，然后我们这个用笔的笔形怎么出现啊，更加灵动一点的，变化多一点的，那么我们在运笔过程中啊，看到毛笔按下去，运笔过程中我们加上一点点动作，在毛笔提起来的同时啊，加上一点动作啊，它就会有变化了。它就不单单是一个笔形的形状，因为它增加了变化啊，它就会出现各种形状出来。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啊，就可以以这种方式去训练我们的毛笔，让它听我们的话，我们让它怎么转，怎么好看啊，它会听我们的话。这些形状就是靠我们在运笔过程中增加了一点点啊，增加了一点点动作啊，在毛笔提起来，万豪齐力提起来的同时增加动作，这个是要结合起来的啊，不是增加动作就可以了，还要借用毛笔的弹力，它才能够出现。如果没有啊，它出现的是不灵动的，而且不灵活。啊，怎样出现这种状态？啊，它可以是叶子，也可以是花，也可以是其他的东西，啊，也可以是任何物象。啊，我的调色非常简单啊，经常我是粘起来就用了，根本我就没调。啊，那么我们在点画的同时啊，要借用毛笔的弹力，还要借用毛笔的捏管，这两个手指是转动的啊，向左还是向右啊？向左还是向右都可以呀。你想向左，这个是取决于我们画的形状，我们想画什么形状啊？你想画什么形状，那它就会出现转笔的不同啊，你想出现的形状来决定你的转笔啊。比如说我们画一个形状啊，比如说我们画一个不管它是什么物象，我们就画一个形状啊，画一个小花瓣吧啊，画一个向日葵的小花瓣啊。向日葵的花瓣它会很多变化的啊，比如说像这样一个形状啊，这样一个形状我们怎么去捏管？那么我们要根据这些形状来捏管，而不是说我们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啊，而是取决于这个物象啊，它的外形取决于我们怎么去做啊。牡丹花的花瓣它又不同啊，这个凌霄花的花瓣它又不同啊。比如说像这个形状，我们怎么去捏管？那么我们就要经过它的特征来决定我们怎么去动啊。这个毛笔调出来是什么样也是什么样，也不用去管它，也不用把它磨得尖尖的，磨得尖尖也没什么用啊。这样它会更加有变化啊。我们这个用笔的形状，我们随意画一笔下去啊，那么这个用笔的形状，那我们就要根据它的形状来决定我们的提按，还有我们捏管的程度。好，它就会出现这个形状啊。那么在转动毛笔的时候，我是因为它的特征是这个形状，所以我捏管的时候要根据它来决定的啊。我们在表现不同的物象的时候，就要根据这样的形状来决定我们怎么去运笔啊，怎么去调色。比如说我想从下面往上画，怎么画啊？我想从尖，这个笔尖从上画也是一样的啊。那我们就要经过捏管，经过提按，
加上动作，然后把这个花瓣的形状表现出来，然后这里又按下去一点啊，然后到上面又转过来啊，这个形状来表现它的形状啊。这样讲大家能听得明白吗？家人们能理解吗？粘管的程度不是取决于自己，而是取决于我们表现的物象。啊，这样讲能听得明白吗？家人们听得明白的敲一个明白啊。念之理解哈，可以理解那就很好。啊，比如说我们画一个简单一点的啊，我们再画一个形状。比如说我们画一个画一个荷花叶子，荷花的花瓣。啊，这一个荷花的花瓣，而且它还有正侧，我们怎么去表现它？那么这个花瓣的形状，我们就要用刚才说到的这些用笔，把这些用笔加进去来表现出它的这个形状。刚才我们讲到的是笔形，它不是任何东西，它就是一个形状而已。我们可以把它变成花，也可以把它变成叶子。那么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形状给我们去塑造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用笔来表现它啊，而且要比较简练的去表现它啊。比如说我们调一个颜色我调色是比较简单的，沾点藤黄，沾点朱标少量来一点点胭脂，这个赭石也可以不沾也没关系，这个不是绝对的比如说这个形状我们怎么去用笔？那么它的形状上面是宽的，下面是窄的，然后还有一个正反面那么我们就要根据它的形状来画这个花瓣的形状再加一点点颜色，太少了那么提按也是根据它来的，比如说我们按下去我们就会在提起来的过程中，我们就要画出这个花瓣的这个腰这样它不就形成这个花瓣的形状了吗？我们用这个用笔来表现它嘛。那么还有一个反面反面这个毛笔里面还有颜色，我们可以用其中一个面来沾水就行了比如说我们沾水把这个水拿进来我们就在其中一个面这样去沾水，笔的一边笔的一边去沾水，它不就有两边浓淡不同了嘛然后我们把这个正反面表现出来就可以了这样它不就有正反面了吗？对吧？那么一个是用笔的不同，一个是沾颜色的不同。刚才我就沾水就行了，我根本没调色，所以这个是在纸上调色，要看你要画什么地方，看你要表现什么形状，来决定我们调色调多少，然后沾什么位置然后还要注意粘管的动作在什么地方可以转动，什么地方需要提按，那是根据形状来决定的这个也是一样，这个没有这些小动作因为它的形状比较工整如何沾颜色如何调色，如何运笔，如何转换运用到这个物象上，我们需要物象来决定我们怎么用笔，但是前提是我们知道怎么用笔才能够去表现物象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用笔，你怎么去表现它？用2笔还是3笔我们用干净的笔没有调这个太白我们先不调太白，我们就用干净的笔，刚才调好的这个紫色，这个偏蓝的纸，我们用干净的笔笔尖去碰点刚才调好的颜色这样就可以用了
紫藤花的用笔，我们把刚才的点画用进去啊，比如说这样啊，我发过来一点啊，比如说这样一个点啊，这样一个点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书写线的点画啊，这种点画啊，不同的形状，我们要让它出现不同的形状。啊，有些点是往上提，有些点是往下提，有些点啊是往中间提。然后到上面的，我们可能会有些地方我们反过来用，把毛笔压下去一点，它就会出现大半一点的这个花瓣。用笔一点没变啊，还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提案啊，还是那个动作，只不过是有颜色了。啊，只不过是颜色不同了，出现这样的形状，它不就有浓淡了吗？所以这个紫藤花的花瓣全都是这样的点画点出来的。我们调颜色就把笔压扁一点，沾起这个就可以了。然后是左右，左边和右边，我们要让它有书写性，而且要有形状的对比。形状的不同，下面的花瓣小一点，尽量的让它变化多一点。然后上面的就用剩下的颜色，颜色也淡一点就用剩下的颜色，它自然会淡一点。还有一些枯笔出来了浓淡干湿都有，这样一小串就出来了。我们再沾一点水，沾一点颜色。把上面的画虚一点，水分多一点的这些水分很多的，它不就有虚实了吗？大家看我的用笔都是一样的一边画一边有一个捏管的动作，这个紫藤花的形状就出来了然后我们还要加点太白，撞到这个花瓣里面去。太白撞进去，就让它有一个透亮的状态。刚开始我们没有撞现在在撞。刚开始我们毛笔里面没有太白，现在是撞进去的它会很亮。然后我们还要增加一点点藤黄。再撞一点点藤黄进去，干净的笔撞一点点进去它就会有一个色彩冷暖变化，非常淡的这样它就出来了我们简单的画这个枝干连一下，简单的连一下藤黄太青蓝。笔尖加一点暖色，串起来它就是一串紫藤了。接起来，这样它就会出现紫藤的这种状态。加点重的颜色，点一下好，这一串小紫藤就出来了。